大家好，我是查克。今天呢，世界杯组委会关于 HireCard 举办了一个线上的答疑活动。今天的视频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 HireCard 的最新的信息。首先呢，在这次答疑活动当中，卡塔尔世界杯的官方还是再次强调了 HireCard 的重要性。HireCard 是在世界杯期间所有的海外球迷或者是志愿者入境到卡塔尔的唯一有效证件。因此，我们不管是作为球迷还是志愿者前往卡塔尔的时候，一定要提前申请到 HireCard。那么，不管是电子版还是实体卡，它的效率都是一样的。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信息，就是从10月1号开始，各国的海关他们的系统当中也会同步的更新 HireCard 的信息，也就是当我们出境的时候，在海关出入境的管理人员他们的系统当中就会查到我们的 HireCard 的信息。在这里需要跟大家提醒一点，在世界杯期间，当我们的目的地是卡塔尔的时候，在我们登机之前，一定要申请到有效的 HireCard， 不然是没有办法登机的。此外呢，会议的主持人也是强调了一下，最好我们能够保留一个 PDF 的版本，不管是打印出来也好，还是储存在我们的手机当中，以备不时之需。这也是我在上一个视频当中说，为什么我觉得一张实体的 HireCard 非常的有用，因为它就是一张实实在在的有效的签证信息，它不受任何的网络的限制，我们直接可以把这个实体的 HireCard 给到海关的工作人员。那么在这次线上的答疑活动当中呢，我也问了不少的问题，其中2个呢是关于最新的1+3的一个政策。所谓的1+3政策是卡塔尔世界杯组委会这次刚刚推出来的，每一个持票的球迷可以邀请3位无票的球迷在世界杯期间前往卡塔尔旅行。那么关于这些无票的球迷如何申请 HireCard， 如何去预订住宿呢？我也是进行了提问，得到的答复呢，就是等到月底的时候会有相关的关于这个1+3的政策的细则来发布。那么到时候呢，我也会再做视频来跟大家做一个详细的分享。此外呢，我还有2个问题被会议的主持人点到，并且进行了一个答复。那么第一个问题呢，是关于 HireCard 的实体卡的问题。 If I lost my physical HireCard, can I have another one within Qatar? Okay, so you actually don't need a physical one if your digital card is going for. But I heard so far that we track on how many times we have given you the physical HireCard. So right now it's max 2, right? So that's what I heard, and this policy might change. 好的，我们从这个主持人的回答当中得到了一个目前的一个答案，就是我们可以免费的获取2张实体的 HireCard， 因此我们就不必担心在世界杯的期间这张 HireCard 去丢失或者是破损了会怎么样子。我们只要去到卡塔尔当地的制卡中心，应该就可以再去领取一张我们的 HireCard。那么第2个问题呢，是我个人真的是比较关心的，因为我这边买了非常多的球票，很多的场次它之间的间隔只有1个小时。Chuck is asking, I just wonder if there is a specific shuttle bus between stadiums because I have some tickets which will kick off 1 hour after last game. Yeah, there is a huge transportation department in SC that's managing this, and I think you would have seen a lot of press information on this. Over 3,000 shuttle, and also stadiums are almost very close by. So regarding exact shuttle buses between the stadiums, that one I'm not sure, but there will definitely be some form of transport, whether it's a metro or whether it's the shuttle. However, I'm not sure about their duty roster yet, about the timetable for shuttles. I'm sure the transportation services will come up with this information pretty soon. 同样的，这个主持人也做了一个非常标准的回答，那就是热情礼貌加一问三不知。因为同样的问题，我已经通过邮件的方式询问过了HireCard的官方，得到的回答那基本上也是这样子的。所以结合目前我们所得到的官方的回复来看，在世界杯期间，如果是有2个场馆，他们之间比赛的间隔非常的短的话，没有专门的这2个场馆之间的专线来运送球迷。当然了，我这样的一个需求其实是非常小众的，我想像我一样购买到了这个只有1个小时间隔比赛的球迷应该还是一个少数，但是我希望卡塔尔官方还是能够重视到这样的一个问题，毕竟我们有这样的一部分球迷的需求在这里。
我们目前只能等到比赛当天进行一个验证。如果真的出现了问题，我希望卡塔尔的官方能够在接下来的比赛日快速的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官方这边所做的所有的预案、所有的预想都还是一个理想的状态。就比如说我在2018俄罗斯世界杯的时候，在圣彼得堡看的那一场比赛，那也是圣彼得堡举办的第一场比赛。我们是提前2个小时到达了圣彼得堡球场，但是由于整个安检的流程非常的缓慢，以至于造成我们进入到球场的时候，上半场的比赛就已经快结束了。当然了，圣彼得堡的组织方也是马上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呢，也就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情况了。总之呢，还是希望世界杯的组织者能够把各种极端的情况都能够预想到，并且做好相应的预案。因为到了比赛日的时候，真的出现了我们没有办法及时赶到下一个比赛场馆的情况，那么损失最大的呢，还是我们球迷。好的，9月底呢 FIFA 也会放出最后一轮球票的销售，同时我前面提到的1+3的政策也会推出相关的细则。欢迎您关注我的频道，到时候呢也会做视频来跟大家分享。我是查克，感谢您的收看，再见。